自燕家堡事变以来，这场仗已经打了1年。战斗也从一开始的大规模攻防，逐渐转入了相持阶段。自从七派整体转为守势，许多原本位于前线后方的地界，也暴露在魔道的猛烈攻势下。 相比起魔道大军的源源不断，七派联军的人数就少了很多，而且多是筑基、炼器级修士。双方结丹修士似乎默契的没有直接出手，而弟子之间的互相袭击、斗法，乃至是暗杀，却是层出不穷。 几位师兄师姐都参加了年初的大战，能全身而退，已属不易。对我来说，倒是个巩固修为、磨练技艺的好机会，还得了不少灵师法器。只是这样打下去，会有任何结果吗？ 你还记得江国、车骑国的皇室后人吗？我已给他们安排好了后路。现在由你亲自送他们去安全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九国盟。师姐是给偃月宗找好后路了吗？只进不退，咱们偃月宗会吃大亏的。 退一步就海阔天空了吗？七派的天空会是虚空，那帮老家伙们应该早已安排好自己的退路。只可惜，那些普通的弟子血洒疆场，不明不白。偃月宗在门主的带领下也会留存下来，只是我像一只聒噪的鸟儿，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，却无力挽回任何事。 也无法拯救任何人。韩立，我不应该想起他。你跑去哪儿了？你跑哪儿去了？还在打仗呢，你们这些高人就跑了？此事一直憋屈在心。 反正也见不到面了，跟你说说也无妨。你愿意和我说话了？只要你愿意说，无所谓说什么。开战之前，七派与魔道签订了秘密协议。
这么机密的事还是别说了。事到如今，战局是按协议锁定，弃派认输。还没打就认输了，这不是你的风格。协议约定，此战只限于元婴期以下的修仙者参加，所以，我救不了所有人。我们这些低阶弟子，还在傻傻的打仗，每天都有死伤，而你们已经知道结局了，真是太不公平了。战争不是普通人的游戏，最后却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活了300年，都没想明白，真是可悲。你别哭，你没做错什么。我阻止不了，我什么也阻止不了。你别哭，我在呢。你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在这儿。南宫师祖，你已经3天3夜没有动了。快到了吗？还有1个时辰就到金谷园。你不是最讨厌这段场面？以为你完成了出世，便不会再出现了。一会儿你就知道答案了。哎，雷兄，你说这次中试，谁会震惊全场？叶鼎之、叶落霞，还是那个会奇门遁甲的高手？这些选项中怎么没有你啊？你让我怎么选？不愧是自家兄弟啊！那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说这次中试谁会震惊全场？是叶鼎之，还是叶落霞，还是我，还是那个会奇门遁甲的兄弟？叶鼎之，你有病啊！不，实话实说而已嘛。你现在啊，要是想要震惊全场，还太早了。哎，你们到的可真早啊，哈哈。没有我在，你们一定很尴尬，你们一定很没有话聊吧？那可不是，2位公子已经并排站了小半个时辰，彼此就说了1句话。正常，放心吧，一会儿呢，就由我负责来把控这全场。他们2个太没劲儿了，要是由他们来介绍规则，底下的人都紧张死了。而我，可就不一样。你是不一样，你可以从早说到晚。他们困了，自然就不紧张了。这话说的倒是没错。行了，你们16个人现在就算是进入我们学堂的中试。根据我们中试的规则，你们必须4个人分为1队，一共分为4队，每1队拿到1条线索，然后你们得根据这条线索去找到最终的事物。谁先找到这条事物，你们就可以拜入学堂，而师傅就会在你们4位中挑选1位成为他的关门弟子，也就是我们的小师弟。当然，仅凭1条线索就要找到最终的事物可不容易。如果你们能凑齐4条线索，相信答案将会清晰明了。所以啊，打败其他小队，夺得他人的线索，
才是你们胜利的关键。那靠什么组成小队？需要抽签吗？自己选吧。自己选？可是我们并不认识啊。要不咱俩一起？你们确定这段时间还不熟悉彼此吗？谁的剑术好，谁的毒术好，谁的轻功好，谁又最难对付？难道你们没有调查清楚吗？你们所有人的名字，你们所有人的来历，查得到的，查不到的，大家心里没数吗？一个个都是聪明人，别在这儿装单纯了。你们啊，有这闲工夫来这儿抱怨这些事儿，还不如早点选择自己想要选的人。毕竟时候不早了。周末，你提点的太多了，半个时辰，开始吧。让一下，让一让。哎，走开！让开，让开！要不我们一起吧？对啊，我们一起吧。这叶鼎之还挺受欢迎。几天前，叶鼎之在城内阻止了一场械斗，武艺之高，震惊天启，这你都不知道？还有这种事儿？小姐，是否愿意同我组队呢？是他。虽然我从未见过他的真容，但机会奇门遁甲，气息如此相似，不会有错。他若来了，事情便麻烦了。怎么，小姐另有打算啊？我若是另有打算，你莫不是会有意见？自然不会，只是希望殊途同归，能在终点跟小姐相见。现在可麻烦了。等等吧。叶兄，叶公子，再考虑一下吧。真去考虑一下。看来你的好兄弟要比你更受欢迎了。我有一份详细的计划。扛揍，我提议好，我们好好聊。肯定比他强。叶公子，再给我一份。你要我吧？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两个组队吧。我们？姑娘，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想问你，我们是不是曾经在哪里见过？你是不是因为这个选的我？你不要多想啊，我选你呢，只是因为你长得好看。长得好看的人呢，就该跟长得好看的人在一块儿，这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亘古不变的真理。我看了这一圈考生，对你很顺眼。虽然这么说没问题，但是叶公子，再考虑一下吧。真去考虑一下吧。叶公子，哎，烦请各位让一让，多谢各位的抬爱啊！但是我已经有我自己的选择了。叶公子，多谢多谢，我选。考虑一下，叶兄。叶公子，想不到你会选我。请让让。我选你。哦，你为什么选我？你长得好看。行吧，你也不错。我听你们说，长得好看的人要跟好看的人在一块儿，那个诸葛云长得倒是不错，只可惜他跟我们不是一路人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在下夏侯孟定，愿和二位结成一队。在下赵玉甲，也想和二位结成一队。我知道你是那个变戏法的。在下会御兽之术，在这天启城中赫赫有名。我也会御兽之术，江湖之上别无对手。我说兄弟，你是故意和我作对吗？如实所言罢了。那我们就比比。
来自望城山。这一招我还是第一次见。看来这一次考生，真的都是卧虎藏龙啊！这玄门的高手都来我们大考凑热闹，看来我们学堂的威名已经震慑天下。怎么样，你的寿还遇不遇了？不遇了，告辞。那个，我可以。我不止会变戏法。告辞，告辞。原来是你呀，赵玉甲，不选我，我可就走了。哎，选。我倒是觉得你这个小哥挺不错的，跟我们是一路人。那我们的队伍便算是成了。等等，姑娘，你虽然长得很好看，但我没有确定要选你哦。叶公子有什么打算？事关紧要，还是要谨慎一些比较好。百里，试一下这位姑娘武功。我快。好。你的轻功不错，比那天好像要快了一些，不是普通的三飞燕。这是我自创的，叫一醉千里。袖里藏剑，轻妙无比啊！一醉瞬杀，倒是惊险骇人。我并没有杀心，这一剑只是试探。做梦啦？梦到东君了。哦，梦到什么啦？梦到东君学会了我的瞬杀剑法，还把我教他的三飞燕改进了一下，成了一门新的功夫。这还真像是白天里会做的梦。百里小公子，我这一招袖剑可算是过关了。我都告诉你了，我只是试探，过没过关，你问他。姑娘，学堂中事凶险无比，自然要选择有一定实力的队友，不要怪我。从此刻起，我们便是队友了。哇，他们4个竟然凑一块了，强强联手，胜算更大了。胜算大了吗？我怎么觉得是小了？师傅只收1名弟子，若他们赢了，你觉得师傅会选叶鼎之，还是百里东君？先生从不收最好的，只收最有趣的。而你是个例外，你很无趣，但你无趣到了极致，反而变得有趣了。所以先生才收你为徒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趣？是挺有趣的。我倒是觉得这个叶鼎之比你更有趣。行了行了，时间到了，各位组好队了吗？那我们下一场比试的场所会在哪里啊？师傅，
下一场比试的地点便是这整个天启城。天启城。那么何时开始呢？自然是现在。你们的百里小公子还着急考完试赶着去喝1月1次的秋露白呢。你还知道这个？我方才去了一趟碉楼小筑，取了这个月的最后一盏。哎呦，糟了，你恐怕喝不着了。嘿，你这老头，小心我给你抢过来！不可对先生无礼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少年不惧江湖老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嗯，好，那我便静候诸君了。他真是不给人一点喘息的机会啊！古有云：“齿素如矮雀，以毒结霜里。欲知心底事，还取府中书。”总之就是这鱼肚子里边有线索，分别藏着未申酉戌4个时辰。一会儿呢，你们每个小队派1个人上来，抽到哪个时辰，哪个时辰出发得了。出发之前，墨尘公子会将锦囊交到各位的手中。对了，若是有小队最先找到最后的答案，这高台上的金钟就会敲响。到时候，烦请各位考生回到学堂集合，明白了？那就来吧。为什么我们每队出发的时辰都不一样呢？因为每个队都只能拿到1个锦囊，每个锦囊就是1个线索，总共4个线索。先出发的人则可以博取先机，或是隐匿，或是尽快破题；而后出发的人则可以关注先出发的人的方向，或是寻找，或是守株待兔。若是同时出发，那还比什么呢？直接在这里打一架，赢的人拿着锦囊去找答案不就好了？哟，不错呀，这位考生，看来你对中式的规则了解得很透彻呀。行了，你们每队派1个人上来吧。安排谁呀？小赌王，自然是我了。抽到未时的人是最早出发的那一波，可抽到戌时的人还要等3个时辰，在这3个时辰间，他们就可能已经找到答案，所以比试现在就开始了。申时，不错，率先出发难免会沦为众矢之的，申时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。不愧是小赌王，厉害！你还挺会拍马屁的。你一定单身吧？闭嘴吧你！你说魏时会是哪一队啊？魏时，这儿。魏时。酉时。戌时。未时的队伍出发吧。好可怕的对手，真是令人担忧。你有什么好担忧的？你又不用考试。赢了的人会成为我们的小师弟，可我不希望跟我们做师兄弟的是这个人。连我这样的师兄，你不都忍了这么久吗？我才是师兄。行，你是师兄，本来就是。你自己疯的。应贤已按照王爷的吩咐，将消息传达给叶鼎之了。想入本王的麾下，必然得付出一些代价。只有背上镇西侯府小公子的人命，这叶鼎之以后才会乖乖的受本王控制。
哎，弟弟，你觉得这次大考中，谁会成为你的小师弟啊？兄长什么时候也关心起学堂之事了？朝堂当中有很多人对学堂之事很感兴趣。我知道弟弟一向维护学堂，便从不过问。只不过，这次这些考生中，定会有一位成为亲王的人。无论他是谁的人，只要入了学堂，便是学堂的人。兄长，你输了。切磋棋艺，为兄向来不如你啊。嫂嫂近日如何了？她已经被我接入别院，待到父皇赐婚的日子来临，便结琴瑟之好。师兄，外面可真热闹呀。今日是学堂大考最后一场。是吗？是。他们可真恣意，真让人羡慕呀。如果我的人生也能像他们这样活着，是不是也能够这样恣意、热闹呢？师妹，这街上也太清静了吧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今日学堂中试，自然提前清了场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那个锦囊上面写着“君不见玄武临事”，玄武，到底什么是玄武啊？若真那么容易，还能算是中试？玄武，应该是玄武楼。玄武楼，不错，天启城最有名的藏剑阁之一，归属学堂所有。天启城还有藏剑阁，这么厉害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小公子，你这么没见过世面呀？家教严，家教严。那便出发吧，大家已经出发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他们4个竟然组成了一队，如此巧妙，果真有趣。更有趣的是，这4个人都很有来历。
有消息了。尹落霞，前赌王尹顺水之女，也是如今的赌王。她母亲是罗阳侯唯一的独女，因受不了好赌成瘾、四海为家的尹顺水而离开他。尹落霞一直跟着他父亲尹顺水，他的武艺一半是跟他父亲学的，另一半是跟他父亲的3个朋友，也就是江湖中的吃喝嫖赌4大邪徒中的另外3位。尹落霞身份清白，跟随父亲隐居后很少离开，也从未与天启城任何人接触过。他真是尹落霞？他上次露面还是志同模样，不过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，有7成可能。其他人呢？叶鼎之，江湖散人，在有揭露的行迹中，他第一次被人发现是在男爵，后来四处游荡。不过他应该是北离人，并且他很有可能是因叛国被满门抄斩的叶羽将军的幼子。他被头梁换柱换了出来。他在男爵境内被人发现时，跟在一个人的身边，那个人是他的师傅。是谁？男爵第一高手剑仙羽生魔。哼，男爵第一高手的徒弟，竟然拜师学堂李先生，看来是想做天下第一高手啊。不过他和叶羽的关系是如何推测出来的？仅凭一个姓氏和出现的时机，未免有些牵强啊。当年叶羽将军叛国，乃是一桩冤案，而在背后陷害叶羽的，就是当年刚被封王的亲王。日前，叶鼎之和亲王有过短暂的接触，所以他应该是叶鼎之，但尚未确认，存疑。那赵玉甲呢？没有。没有。没有的话，就只有2种可能：一是这个人是凭空冒出来的。2是，这是个假名。这个赵玉甲是个秘法造诣的高手。我们虽然没有查到他，但是我们查到了秘法宗门魁首望城山掌教吕素贞最小的弟子赵玉珍。据说他是望城山100年难遇的天才，但自从上山之日起，就再也没有下山过。所以说，这个赵玉甲很有可能就是赵玉甲。妙啊！而且这个赵玉甲有举荐人，你能单拎出来跟我说，那就说明他这个举荐人来头不小。比萧若风如何？赵玉甲的举荐人是学堂李先生。是吗？那还真是有趣啊。诸葛云呢？诸葛一族的隐秘地依然难以寻觅，不过也有迹象表明，诸葛氏已经被灭族了。但或许真的有族人能够逃过那场灭族的屠杀，也不一定。于是我们便想找到举荐诸葛云来此的学堂长老，一探究竟。结果却发现什么？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没错，而且是他杀的，死在了云游至北面域外的路上。但这个消息还没传到学堂，所以学堂并不知道。就连我，也是刚刚才查到的。这条消息传给萧若风。是。北境域外，诸葛。对了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这条消息很重要，得加钱。无座尊师，他们不好对付。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那2尊师，我已安排妥当。老二，你先去处理那些麻烦的考生。齐轩，你就跟我去找小姐他们吧。
我们明明是队友，理应在中士中相互扶持，你为什么？你究竟是谁？诸葛一族不是以侠义著称的吗？怎么会是你这般的恶鬼？这里面真的有我们要找的东西吗？进去看看。这玄武楼有古怪，诸位还请小心，千万不要离开我1丈之外。千万小心！小心点。等等。鸿胪寺的盘龙寺。盘龙寺乃精铁所铸，细到几乎无法用肉眼来分辨。世间很少有比这还隐秘、还锋锐的武器了。你们怎么不走啊？好像也没这么锋利嘛。你这可是仙宫品的剑，而这只是最普通的盘龙寺。还有不普通的盘龙寺？那你就得自己去问鸿胪寺星下的人了。走吧。哇，原来这就是剑塔，真是壮观。这才是真的仙宫品剑吧？怕是只有仙人才使得吧？这剑楼里的剑都这么不值钱，无人看守。也不怕被偷，那也得看有没有名头。既然我们已经到了，接下来该做什么？线索不过是一具尸罢了。你在看什么？我总觉得这剑柄上的玉像极了眼睛。你看到了吗？还是我眼花了？你没看错，我也看到了，这剑柄上的玉似人眼一般眨动了一下。不如我给它劈开看看，里面藏了什么玄机。小子，此剑价值连城，若毁了，就算你最后成了学堂的弟子，也得赔。
我乃信阳剑仙佩剑。我是扶风仙子佩剑。明月剑。齐萧剑。我乃剑楼之主，万剑归宗，我统万剑。万剑归宗，我统万剑。魑魅魍魉，装什么剑主？君不见，玄武万剑，天下众魔何敢敌？是那首诗，看来我们来对了。不，你们来错了。双瞳。传说仓颉4目为皇帝时，这世间竟真有一目双瞳之人。凡人双瞳，半步神仙；智者双瞳，一步登天。你是谁？我是你们的阀。既然你们已经来到了这里，想要得到最终的答案，就得过了我这一关。你是学堂的人。我说了，万剑归宗，我统万剑。装神弄鬼。小心，现在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。大殿一片漆黑，我们看不到他，他也能看不到我们。双瞳之人，一瞳属日，一瞳属夜。想必此刻在他眼里，楼内之景纤毫毕现，而我们才是4个瞎子。我听风辨位也修了几年，但现在我却找不到他的位置。没错，他似乎无处不在。没时间了，这里既然与我们要寻的东西无关，就不必再纠缠，往外跑。怎么办？我们出不去了。我有办法了。你不是说那个很值钱吗？那小爷我就给你劈个一干二净。大胆！快走！